好，我是伟权。今天我们的视频会来一点不一样的形式，因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阳占星师，那同时呢也是一个心灵疗愈师啦，因为我们叫 spiritual counselor。OK，那他名字呢就是叫乐桃。OK，那他本身呢是 base 在香港的。那如果大家对西洋的占星或者对这种心灵能量的东西有兴趣的话，当然也欢迎去到他的频道，或者呢去到他的个人网页去查看更多啦。那我们今天呢会来做一个对谈的方式，那我们主要会谈的内容是我之前呢都一直很好奇的一个东西啦。因为我本身呢对西洋的占星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但是呢我隐约呢有听过一个内容是说他们呢也会有点类似九运的一个东西我们这一个大的能量转换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我就希望可以请西洋占星的一个我们可以说专家吧，OK，来给我们一点的讲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到底是如何了。好，谢谢伟权邀请我来你的频道哈。那我叫乐桃，我在香港大概我做占星师和心灵疗愈师，大概有今年是第10年了那主要我做的就是完全就是西洋方面的星星的运转还有包括呢塔罗还有占星这方面的咨询还有一些心灵疗愈方面的服务。其实刚才你讲到九运这些，因为我之前也一直有看你的 video 了哈，在你的 YouTube channel，我也是你忠实的粉丝。那其实我们在看九运的时候，当时我就想，哇，其实很多方面我发现就是古代中国的这些包括八字它的很多理论，其实是和西洋的占星非常的相似的。有些东西，尽管几千年前，东方人和西方人并没有那么多的交流，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其实有些东西是不是冥冥之中其实它就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宇宙之间的规律，只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文化而发现它，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去总结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系统，但其实它的根源都是一样的。那我记得你曾经有说，九运大概是我们大概是20年的这样一个 cycle，对不对？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好，那我大概讲解一下，再简单的讲解九运到底是什么啦。OK，好，好，那九运的话，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的一个大型的运势转换。OK，那这个运势呢，我们会持续20年，所以是2024年到2043年这样子啦。那这个九运呢，它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个对时间这个很大的一个概念所所给它的一个区分。我们其实有一个叫3元9运的啦，OK。那这个概念呢，其实我们是运用在风水的。OK，原本是用在风水，因为我们在转换不同的运的时候，它最直接的是影响我们的风水。但是呢，后来我们越来越多人有进去看的时候，我们其实发现呢，它改变的其实不是只是风水，因为它影响的是我们整个大环境。你可以说整个地球它的一个能量的转换。OK，因为风水谈的是环境，那其实对，环境就是大环境嘛，我们整个地球这样子啦。所以呢，这个九运呢，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们迈入的一个是火的运势。我们在五行里面，我们有木、火、土、金、水。那我嗯。们现在呢，走入的是火运，所以呢，你会看到所有很多事情呢，都会转换成火的形式。那你可能就会问，什么是火的形式啊？那大家看到一个火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火的一个温暖，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火的一个热量。
但是呢，你其实是抓不到它的，它是没有一个很实质的东西在那边，它是比较虚空的。所以啊，我们这样子来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出的是，其实九运啊，它你可以看到呢，讲的就是科技，模拟的一个虚拟空间，这些人工智能 AI，OK，那当然了，它也包括的是很多的网红，我们很注重个人的一个受一些很外在的一种感情，因为它就好像所有的火的东西，好像科技啊、网络啊，都是你可以看到，但是实际上呢，你是无法去掌控它或者实质拿起来的一个东西啦。然后啊，网红呢，网红时代也是一样的，所以所有东西呢，我们都会开始迈入到了这个火的一个时代啦。嗯那对，所以我就比较好奇呢，在西洋这方面，他们嗯，如何看待这个转换？因为刚才乐淘说，其实他们西方呢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时代的转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是。是否有什么内容或者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是，那其实同样是从去年开始了哈。其实西洋占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天体的移动在发生。那同时它其实真的就是20年的这样的一个 transition。那么它指的就是冥王星的这个进入水瓶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冥王星呢，它呢是离太阳最远的星星，它在我们的太阳系当中，所以冥王星的移动是很慢的。那因为我们有12个星座，我们将就是天空划为12个区，那就是12星座的这个位置。那因为冥王星它绕太阳一周大概是248年一周，所以它基本上在每一个星座就会停留20年左右。那所以每20年那么冥王星就会进入一个新的星座。那因为冥王星它的移动非常的缓慢，而且它是离我们是远的行星，所以它不是非常的 personal。它影响的并不是我们个人的生活说我因为冥王星进入了水瓶座，所以我的生活会怎样？它非常类似9运的这种概念，就是它是整个对地球或者对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影响一种趋势的变化。那其实很有意思呢，就是说，你刚才有讲过，我想，就是说，所谓走进火的这个元素，那么可能是很多方面会有一些趋势的改变，比如说像你说首先第一个你讲的是科技，对不对？然后你还有讲一些比较虚幻的一些 virtual 的一些这些东西，包括可能一些玄学类的东西，还会有一些发展，因为它是比较虚幻的嘛。那其实水瓶座这个星座在西洋占星当中，它第一个代表的就是现代的科技。那为什么说水瓶座它代表现代科技呢？因为水瓶座呢，在西洋占星当中，每一个星座它是有一个掌管这个星座的神，或者掌管这个星座的这个 planet。那么水瓶座它掌管它的神呢是天王星。天王星这个星星它本身代表的是革命。比如说这个星星在人类发现天王星的时候是1782年。那么在那个时代呢，我们人类社会就发生了2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一个就是法国的大革命。那么这2个革命其实在人类社会当中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它整体改变了我们人类社会生活的方式。法国大革命它改变的是我们的 political system，从国王、皇后到就是从一个君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形式变成了民主变成了 democracy。所以法国到现在就是他们是非常忌讳这种就是以前的国王这些东西。法国是一个很民主化的这样一个国家嘛，他们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不喜欢 religion 这样讲吧，不喜欢这种东西。那英国的工业革命，它其实就是整体带动了全球工业的这样一个革命，从 manual labor 手工业到使用机器、使用蒸汽机使用科技。所以天王星和水瓶座，他们这2个天体的意义就代表我们的未来的技术。那么未来我们从西洋占星来讲的20年，冥王星进入水瓶座，它代表的就是很多的革命和变化发生在科技方面。那我们说现在开始的未来20年的科技是什么？其实很大部分就是 AI。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 virtual 的这些 AI 的东西，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它是模拟出来的，但是会有很多的变化。那同时，大家也会问说，冥王星过水瓶座有什么区别？那其他的行星过水瓶座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变化啊？为什么金星、火星过就没有这样的变？为什么一定要冥王星？因为冥王星呢，它代表了两个 concept，一个 concept 它代表的是 death and rebirth。因为冥王星冥这个字嘛，它代表的是冥界，就是死神的那个地方。所以当冥王星过一个星群的时候，它代表的是 the ending of an era and the starting the rebirth of a new era。那第二点，冥王星代表的呢，它是一种有点负面的意思啦。那它代表的是一种 power struggle，因为冥王星呢，在罗马神话中，它是地界的神，它是生活在 darkness，所以冥王星过一个星群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些一直 hidden 隐藏在 darkness 的东西，然后终于突然被挖掘出来。那它代表可能是一些 secrecy。它代表可能是一些隐藏在后面不为人知的事情，然后突然我们现在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是如此的 powerful。所以有的时候我见过有些西洋的占星师说，冥王星就好像一个 nuclear weapon，它的 power 是非常的强大，那在于你怎样去用它。所以我想，那未来的20年，比如说在科技方面，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科技可以当做，就是好像一个 nuclear weapon 一样，我们可以使用它去创造价值，比如我们可以用 nuclear 来发电来取代很多的过去的一些传统性的发电的形式。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用它，它很有可能变得很 destructive。这个就是我发现其中这个冥王星 transit Aquarius 这20年和我们所谓的九运的这个20年的很多相似的地方。那因为你刚才提到有好几个概念，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首先你第一个说革命，OK，那其实我们在九运里面，它的其中一个主题也是革命，OK，对，它是一种转变，它是彻底把一个东西转换成另外一个形式的能量，OK， 就好像你想象火，它要去燃烧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其实会把一个原本你想象好像一张纸或者一棵树，它可以把这个东西呢转换成另外一个东西。是，那它永远就是这个东西一被转换了，它永远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好像就它变成灰了，它是会回不去，变成一张纸的。OK， 所以这个火呢，它就是一个好像 transformation 的一个能量。所以你说革命，那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九运的时候，你会接下来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处于非常体制化的一个制度或者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团体里面，OK， 每一个人呢讲究的都是个人主义，可以想象它就好像一种革命，他要追求个人的一个自由啊，他们个人的一个理想啊，所以你要追求这个的话，你首先要你可以说经历一个transformation， 你要革命这样子啦，你要离开这个公司，你要离开这个团体，然后自立门户这样子啦。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自由工作者，或者每个人都说我要自己做生意啊，我要创业啊这样子。对那第二点呢，你刚才说一种重生，就是死亡然后重生的一个概念。其实也跟我们的九运非常的相似，为什么？因为其实九运是我们3元九运里面的最后一个，OK， 它是我们的 period， 就是我们9个运最后一个运的。那当然，我们这个运走完了，就不代表世界世界末日了，OK？ 对，它只是说我们走到了最后。然后我们过后呢，就好像一个重生，我们会去到意运，我们又回到意。那我们在五行里面，其实火是整个能量的一个好像最高点 ，OK，所以它是一个所有东西都要被上升，
它需要被转化去到最高的一个能量。那我们在经历过这个去到最高过后，其实呢，它就好像会有一种去到最低，就是说，因为火跟水是两个你可以说对立的一个能量，所以当我们去到最高的时候，我们转去意蕴的时候，我们又会回到最低，就是有点像重生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啦。明白。那我们意蕴呢，也代表的是所有东西的一个重生，这样子吧。对啊。但是我们在九运呢，是所有东西呢，就好像一个the last party 这样子 ，OK，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有点狂欢，或者每个人呢都是要表现，每个人呢都是非常的扩张，对，每个人呢都要表达自己的一个意见。那但是呢，经历了这个运过后，我们就会又开始要好像一个重生的一个过程。那作为比如说在这个离火运当中，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比如说我们个人的八字当中不是有一些什么我们的日主是什么元素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个离火运对于我们这个个人的日主来说的话，应该是对于哪些人应该是怎样去运用呢？因为我们个人不同的 element 也不同对那这个的话，其实要看你个人的八字。我会说，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有比较多火的元素，OK， 可能是丙火或者丁火的人的话，他会在这个九运会比较同频。OK， 就是说你个人呢会比较容易感受到这个九运的一些变化或者九运的一些机会对，那同时，其实呢，你也会受到这个九运比较负面的影响。OK 呀，所以它是有两面的啦。我们如果你的八字里面火是比较多的人或比较强的人的话，那你在九运，你可以说你是比较走运，但是同时呢，你要非常的留意九运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啦。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你刚才呢有提到一点，我觉得也是蛮相似的，是你说那个冥王星对吧？走到这个水瓶，对吧？那这个，然后你说这个为什么是冥王星？是因为冥王星更多的是关于一些比较神秘或者比较阴暗的东西。对，那其实，在九运里面也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出现。它代表，因为离火是一个很虚空的的一个时期，那所以呢，在这个时期呢，会有很多一些阴暗面会开始好像显现出来或者开始产生影响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一些诈骗或者一些可能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讯息是不准确的，可能是他刻意营造某一个形象给你看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阴暗面都会被带出来。对。然后第二点呢，也是我们个人内心也是阴暗的，对吧？就是说我们内心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它会让每一个人都会特别把你内心的一些问题去彰显出来。好，所以呢，你也会看到在未来20年会有很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对。其实还有你说它就很像它迫使每一个人去正视你内心的一些黑暗面。是，其实从西洋占星来讲呢，大概尤其是有4个星座啦会比较受这个冥王星20年的这个影响。一个就是本身水瓶座的人因为水瓶座，那当我说水瓶座的时候，就是包括你的太阳、月亮和上升这3个星座啦就是所谓这3个星座，可能如果我们的听众不是很熟悉的话呢，就是说在西洋占星当中最重要的你所有的3个星座。那因为我知道我在看你的八字的视频的时候，
就是你经常说我们有4个这个，就是你的日柱啊、年柱啊、月柱和时柱，对不对？啊，其实西洋占星也是一样的哈。西洋占星当中，我们看的是基本是8到9颗星星的位置，但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一定要看最重要的话，基本就是3个了啊，就是我们的太阳星、月亮星的星座，还有就是我们的上升星。这3个地方呢，如果你有一个是在水瓶、狮子、金牛，或者是在天蝎，任何这4个星座的话，那么这个未来的20年，冥王星过水瓶的都会比较。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能量会比较强，它所谓的这个 transformation 和这个 change，有点像那种 destruction leading to rebuilding 啊 your future， 这个能量会就比较强了。而且说到这4个星座，其实它和就是八字的这12生肖的关系也有点像啊，因为刚刚我们在录我们那个视频的时候，我记得你有说，比如说比如说老鼠吧，老鼠它和兔子是相害的，对不对？子位是相害的，然后老鼠和马子午是相冲的啊，那基本就是2个生肖之间会隔两个动物嘛，啊，鼠要隔2个才到兔，然后再隔2个到马，对不对？那其实西洋占星的角度是完全一样的啊。因为从水瓶你要隔2个星星，2个星群，然后你才能够到金牛，然后金牛你再隔2个星群，你就会到会到狮子，然后再隔2个星群才到天蝎，所以也是同样的角度，在西洋占星上我们也叫做你可以叫做相害啊，或者是相刑，这英文叫做 square。啊，就是90度角，他们是克对方的，所以当冥王星过水瓶的时候，它当然会影响水瓶，那它相克的就是这个金牛和天蝎，那它相冲的对面的那个星星其实就是狮子啊，所以这4个星座我会建议啦啊，就是在未来的20年当中，我想这4个星座的人一定会经历很多的变化。那么就像我刚才说，因为冥王星它是一个 transformational power， 建议就是说看我们大家怎么去用这个行星，怎么用利用这20年的这个运势啊。OK， 那我可以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如果我们想懂，你刚才说我们有3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星座要看的，对吧？就是一个是太阳、月亮，上升，还有上升，对吧？对。那我们要怎么得知自己的这3个是什么呢？我们有什么可以比较容易得知的这个方式哈？那其实很容易的，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出生时间啊，因为你不知道出生时间的话，就没有办法看到。太阳是看得到的啦啊，基本上因为太阳移动的不是那么快啦 ，OK， 基本上每一天太阳移动是1度，在我们360度的天盘当中，但是月亮就动得比较快啊。那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时间，你也能够看到月亮的位置，因为不论那天你在几点钟出生，月亮都是在那个星座。但是有的时候在同一天，月亮会换星座的，可能你比如说在9AM 早上9点之前出生，月亮是在这个星座，那9点之后出生就是变到另外一个星座，那这个就不一定。那上升星就变得更快，因为上升星座它的变化是每4分钟，那上升会换1度，那每个星座有30度。那这个就比中国的八字要求更严格，因为中国的八字是看每2个小时嘛，你只要是在那两个小时之间出生的，你的那个生肖是一样的。可是西洋占星要求真的是你需要知道几点几分，比如9点36分12点15分这样。所以一般我都建议我的客人一定要去查你的 birth certificate。你要看这个对，因为你看的你的时间越准，那你的星盘最后做出来就越 accurate， 那最后我们看到的东西也就越有这个，你就越可以去信任它，就是这样。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了你的出生时间这些信息啊，出生年月日，还有你的出生地点，这个很重要因为西洋占星会看你的城市在哪个角度，它同时也判断就是你的那个上升在哪里，所以你可以现在有很多网站啦，都是免费，你可以去查的如果你有这些信息的话，你可以找到你的太阳是在哪一个星座，月亮在哪一个星座，上升在哪一个星座，而且不光你可以知道你的星座，而且你会知道
你的那个星座的度数在哪里。比如说，你太阳可以是在水瓶的10度啊，那么你的月亮可能是金牛的25度啊，上升可能是处女的2度，就是这样。那至于这个度数有什么用处的话呢？这个就是需要你在具体在去 consult 一个 astrologist 的时候呢，那这个度数就很重要，因为我们作为占星师，我们会去根据这个度数来去看星星之间是否它会形成一个重要的角度。这个角度形成之后，它就会有更深层的意义。但是如果这个角度没有形成的话，它就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对，这个是主要你在 consult professional 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有用。对 ，OK， 所以我们在导出我们的这个西洋占星的这个星盘过后，我们就看我们的这3个太阳、月亮还有上升里面是否有你刚才说的那4个星座，对吧？是的，是的，对。Okay, 那如果4个它的影响也会不一样，对吧？就是如果你是金牛，或者你是其他另外一些的话，它的那个影响或者它的起的那个效用也会不一样，对吧？从冥王星在水瓶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它对于这3个星座都会起到的是一个 trigger。一个 activation 的感觉，就是冥王星当它进入水瓶的时候，它会 trigger 这3个星座发生变化。但是呢，区别就在于这3个星座本身，他们的理念是不同的。就比如说那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可能金牛座的这个月亮和这个狮子座的月亮，它在反应，它的 reaction 会很不同。对， okay. 变化都是由冥王星引起的，但是他们会怎么去 receive 这个 message， 他们会怎样有一个 emotional reaction， 这个就不同了。比如说金牛座，比如说你的月亮在金牛，月亮在金牛座的人呢，非常需要稳定性他们非常需要稳定感，然后这个就是 consistency所以我们经常西洋占星说金牛座的星星很多的人他很 stubborn， 因为他不喜欢变化。金牛是一个 fixed earth sign， 它是一个固定的土元素的星座，所以就是它像地表的这个土一样，有点像就是八字当中讲的土元素有点类似，就是它是不动的，它定在那里，它不想动。所以当冥王星在水瓶去 trigger 它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反应，从月亮在金牛座人角度来讲，就是他会 emotionally attached to the old things， 他不想变。那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方面那但是在狮子座，如果你的月亮是在狮子座，那这个时候冥王星它会给你的 trigger， 狮子它代表的是我们的 pride， 是一种 ego 这是我们内心的一种自我的 identity。那冥王星过的时候，相比起来这个金牛座的人，他的 resistance 是希望停留在你的 comfort zone 这方面来讲 stability 的话，狮子座的人他的 resistance 是来源于我不想变化我的 identity， 因为我希望去 shine as who I used to be。那么当这个时候冥王星在水瓶 trigger 他的时候，狮子座的人他最大的 crisis 就是在于，那我还能不能够像以前一样去闪闪发光？会不会这个变化之后，我的这个光就会灭掉？这个是他的 resistance。所以其实主要在看于他们的 reaction 如何去 understand 这些方面，但是 trigger 来于 Pluto 或者是冥王星其实都是一样的OK， very interesting。OK， 所以如果是其他人，他们没有，他们这3个的部分，没有这4个或者这3个的星座的话，那他们其实会受到影响吗？还是就可能就好像，因为你刚才问我们每个人的八字不一样，那我会说有火的人，他们会更容易感受到这个九运的影响。对，但是如果是同样的，如果你八字没有火的话，其实你首先第一个你不太会容易接收到这个九运的机会，okay? 一些情况，但是好处也是你不这么容易的被它不好的一面影响。是，就好像你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人这样子啦。那你会说也会同样的情况吗？如果是其他的星座的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question 就是说那
如果我们的星盘当中在，刚才我上述所讲的4个星座当中，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星星在里面，其实是有可能的哈。那但是虽然说你没有星星在那里，但是冥王星一定是在水瓶的这个位置，一定是过某一个宫位的。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的天盘这个画一个盘当中，可能是在这4个星群你没有星星，但是冥王星一定是停留在某一个位置在你的星盘当中，只是说那个宫位可能是空的。我们说举个例子好了，那冥王星过水瓶的时候呢，那如果你的上升星座是在金牛座的话，如果你的上升是金牛，但是你在金牛里面没有任何的星，就是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行星在里面，你的太阳啊、月亮啊、你的金星、火星、水星都不在这些位置的话呢，同样冥王星是过你的第10宫，那第10宫代表的是你的事业宫。那它可能代表就是说，同样这个冥王星还是会带来一些变革，带来一些启示，只是说可能在你的事业当中，并没有像那些有星星的人那样的剧烈 chaotic 这样来讲吧。而且有的时候呢，我发现呢，这个冥王星并不一定，它的transit 并不一定代表是你的变化，有可能它代表的是某一个人carry 这样的冥王星的能量进入到你的事业宫当中。比如说很有可能你会 deal with a boss， 你的老板，你会发现这个老板非常的冥王星这个人很 dark 他有一些 secrecy他不愿意去交流，然后他总是有一些their own agenda， 然后可能你自己的事业你没有发现你的事业发生很多变化，但是你需要去 deal with 这样一个非常冥王星的老板，这个也是有可能的OK， 因为因为你刚才说 dark 这个字，就让我想到，就是我时常会留意，就是说大家会看这个大家如何讨论这个九运然后但是很多人呢都会比较专注在说九运都是关系到外表华丽包装比较表面的东西但是我一直都会有一个感觉，其实就是九运其实也是讲的是黑暗。OK， 因为它有几个方法可以谈的，就是说，当你只专注在这些表面的东西，那其实它有点像你的那个黑暗面，你除了会好像刻意隐藏起来。但是其实呢，在九运是有点难隐藏起来的因为它代表的是所有东西都会被显现出来，对，所以它是一个光明跟黑暗同时都会成为主题的一个时代，这样子啦。那只是西方呢，因为你们用的是这个冥王星，所以它专注的是比较多在黑暗。比较多在阴暗的这些元素上面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联系这样子是，其实我发现真的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相似，就是你研究的越多，你会发现其实古代人他们的智慧都是共通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但是他们所发现的很多规律就是在英文当中我们管这个叫 cosmic regularity 宇宙的这样自然的规律，其实都是被我们自然的发现。包括我认识一些Vedic astrologer Vedic 就是印度的他们的占星，其实系统用的完全不同因为我看过他们 Vedic astrology 的那个星盘的样子，完全和 Western 的不同。他们是那种画线的，好像格子一样的这样的线画出来一个图表，我们是完全看不懂。但是其实最后当你去 analyze 最后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就大同小异，其实都是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对，所以这是蛮有意思的。我个人也是非常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和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中国的八字风水这样的一些专家能够有交流，因为我觉得当我们能够去 combine 西洋和东方的这些知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加清晰更加 consistent 这样的一张图，对。对，因为
好像我这次的对谈，其实我也是开始去看一下西方的占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有时候你要再学另外一个系统过来，就会觉得哇，非常的多。是 okay, 因为呀，所以就我个人也是刚开始罢了啦，我还不是非常的熟悉你们的那个系统是如何。不过真的非常感谢你让我知道大概的一个面貌啦。OK， 那我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交流。好像你刚才说的那个12星座其实跟12生肖，虽然说你们的那个好像时间的那个区分，OK 是不同的，对，但是我会发现其实蛮靠近的。对，他们的关系很像就是对，就是所谓相克，包括12生肖的所谓的三合比如说老鼠和猴子和龙他们是三合，对不对？那西洋占星也同样一样，也是有三合的，而且它的位置也都是一样的，它中间要隔3个，然后会三合。比如说你是什么星座的？可不可以问一下？我是双鱼座。双鱼，你3月对吗？还是2月？3月？2月。2月底，对不对？好，那比如说和你三合的另外2个星座，就是中间要隔3个。那双鱼就是天蝎还有巨蟹，这3个我们叫水象星座，所以他们都是水系的，所以他们是三合的。所以如果说一个客人，我们看到他自己的星盘，他自己这3个星群有很多星的话，他就自己就是怎么说，他自己就和自己三合了。那这样的人就是可能八字也有这样的概念吧，就是他自己和自己合。那他自己合的话，就是说这个人是比较有运气的，他很多东西不需要外界来补他自己就可以和自己三合。这样，那西洋占星同样有这个概念的那很有意思对，非常有趣，非常有趣。今天可能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那我非常感谢你让我了解这个西方对这个九运的一个看法是怎样啦。OK， 那我了解到的是你本身现在有刚发布2个新的书，对吧？对。那你可以跟我的观众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的一本书吗？好，那2024年的1月和6月呢，我在美国出版了两本书，也是2个神谕卡然后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有没有喜欢自己去抽牌看卡那第一个出版的呢叫做 Oracle of the Mythic Heroes。那么这个神谕卡呢是base 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的神话那么一共有40张牌在里面，还有一本书是我写的但是它是全英文的啦 ，OK， 就是来讲述每一个神话故事它所能够代表给我们的一些启示那同时它每张卡和西洋的占星也是联系在一起。那么第2份呢叫做 Oracle of the Celestial Deities， 这个是2024年6月在美国上市的。那么这份卡呢是更加贴近于西洋的占星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封面上画的是这个月亮月亮的女神亚提米斯那么这个是更加适合比如说喜欢西洋的占星星座这些人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在 Amazon 找到，那你也可以找到这2个神谕卡的信息在我的网站。好，谢谢你的分享。那如果大家对乐淘的2本书有兴趣的话我也会把它的连接还有它的主页放在我的 description box 里面，那大家呢可以去了解啦。那如果大家也要找乐淘去咨询，你们在用西方的这个方式来咨询的话，当然也欢迎去找他啦，我都会把所有的连接放在 description 里面。那非常感谢啦，我还是要非常感谢乐淘今天愿意抽空来我们做这个访谈。那其实这个访谈呢，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啦，因为让东方跟西方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当然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玄学或者这种能量学里面，时间久了，有些时候我们会好像只看到自己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观点。是。对，那如果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去
找其他人的一些观点一起过来，然后我们做一个这样子的交流的话，其实会非常好了。我们可以除了可以突破自己的一些视野啊，然后其实呢也是可以促进。你会发现古人真的有很多，其实都是共通的东西。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多的一个差别，我们都是看着同样的一个星星或者同样的一个宇宙，然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样子。是。那最后有什么你要做一个总结吗？没有，就是也是非常感谢你今天邀请我啊。那我们的听众，如果你也会看一些英文的这样的一些视频的话呢，其实我和伟权也有做一个英文的视频在我的频道。那你也可以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到我的频道去看我们讲述用英文来做的这个明年2025年的这样的一个为12生肖所我们抽的一些牌包括伟权来讲述这12生肖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希望你能够2个视频都来看，然后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好，谢谢大家，谢谢伟权今天邀请我。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那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了，我们再来做这样子的对谈。好，谢谢大家。好，拜拜。